Hello， 大家好，那我是 Sunny 老师。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揭秘我们爱秀动漫英语双师的教学原理和教学体系。好，那么在讲解我们整个教学原理和教学体系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学习语言的本质是什么？语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只有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整个教学体系或者是教学原理了。好，那么在我们讲到这个语言的本质之前呢，我先提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各位老师也好，或者是在座的家长也好，你们让孩子学习英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接下来呢，有哪位老师可以来聊一聊，或者是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好。我相信那大部分的这个家长或者是老师都会希望说，我希望我教出来的孩子，或者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在通过学习英语之后他的英语能够达到听说自如，能够流利表达。相信这样的一个画面都是各位老师或者是家长所期待的。那英语听说自如，表达流利，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个小视频。Warm. Yeah. After my milk, we'll finish it, and we'll go back with 1 yuan. This is a food group that every day you need. This is fruit, vegetable with more vegetables, and greens, protein with more greens. Fruit just like apples, and greens like whole grain bread because they have more nutrients. Vegetables like carrot, proteins like chicken. I think if it's my meal, I like to be on television because if I be on television, I will be very famous. Superheroes are real. My teacher is a superhero because my teacher has told me everything. It's a rare pet for people. I haven't seen a duck in the pet market. No, I haven't either. Well, I've seen chickens, but not ducks. I've seen ducks when I was young, but my mother said, "Didn't you?" He's very excited. Can you tell me why? Charlie, I think melody thinks animal sounds can make music. Is he right? It's right. permit Liang to observe. The late emperor was taken from us before he could finish his life's work, 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Today, the emperor is still divided in three, and our best part all its strength. 好，那我们欣赏完了这样的一个小视频之后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或想法呢？那其实视频里的这些学生都是在我们这个教学体系当中学习了至少3年以上，3年到5年左右的这些孩子们。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孩子在说英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那接下来哪位老师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感受？好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还有家长们的一个发言确实大家会发现在这段视频当中，这些孩子们在表达英语的时候，他们的语速是不是非常快？那为什么他们在表达的时候语速会比较快呢？是一个正常的说话的语速。其实大家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整个语言思维能力、语言的这个思想和他们的表达语速已经是怎么样相平行的了。也就是说，他们的语言思维是非常接近母语思维了。那到底是怎么样做到的呢？那在讲我们这个语言本质之前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样一幅图，给大家普及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做二语习得理论。那
二语习得呢是克拉申教授提出来的。在二语习得理论当中呢，语言是有2大基本要素的，它们分别是声音和文字。那声音和文字呢是语言的2个载体，它们都在表达什么呢？它们都在表达一个场景，或者说是什么呀？或者是一些逻辑。那所以呢，声音和文字都是和场景逻辑怎么样相对应的。好，那在讲到这里之前，我要给大家提问一个 very tricky question 啊，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哪2类人是学不会自己的母语的，是学不会语言的啊？那哪位老师可以来讲一讲呢？好，对了啊，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以下这2类人是学不会自己的语言的。第一类人呢是听力有障碍的人，也就是什么呀？聋子，对不对？那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啊，叫做这个十聋九哑。为什么这个十聋九哑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在讲说，如果你的听力有障碍，对不对？那么你就怎么样？你可能就不会说话了。为什么十聋就会九哑呢？为什么你的听力有障碍了，说话就非常困难了呢？好，那在这之前呢，要给大家再普及一个概念了，那就是语言呐，任何语言的学习都要遵循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先输入后输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不具备输入能力的，或者说你没有输入，没有进行大量的输入，那么你说你的语言能够输出吗？是输出不了的，对不对？所以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语言的听说读写这4项能力当中，有哪项能力是属于输入呢？有哪项能力是属于输出呢？好，那现场的这个老师们，有谁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非常好啊！在听说读写这4项能力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听是属于什么呀？输入，对不对？那说呢，就属于输出了。那在读写当中，阅读是属于输入，写呢，它已经在怎么样，在输出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十聋九哑，也就是说，这个人如果听力有障碍，那么也就意味着他是不具备输入信息的这个能力的。一旦他没有输入能力，他可能会输出吗？它就不可能输出了，对不对？就比如说像一个我们说举个例子啊，像在一个水池里面注水一样的，如果我们不在这个水池里面注水，不注满的话，那这个水池里面的水会溢出来吗？溢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那我们经常也会，中国人就会非常纠结，就说啊，为什么你学了这么长时间的英语，你还是不会说呢？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学了10几年的英语，对吧？我们依然遇到老外的时候还是无法开口，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具备听力。这就是什么呀？我们经常所说的哑巴英语。什么叫做哑巴英语啊？就是你在还没有听懂之前，你就怎么样开始着急去说，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的说是有困难的，你是表达不清楚的啊。所以这是第一类人，就是聋子，他是学不会语言的。好，再来聊一聊第2类人。大家还记得第2类人是什么样的人士吗？对了，非常好。第2类人是我们说的智障人士。智障人士是也学不会语言的。为什么我们说智障人士他也学不会语言呢？在这儿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条线了。声音、场景或逻辑。大家会发现在这个三角形当中这3个要素之间都是怎么样相对应，有通道的，对不对？好，可是对于智障人士来讲，他的听力没有问题，他可以接收声音信号，但是他无法处理这个声音信号。也就是说，他能够接收这个声音了，可是呢，他并不知道这个声音到底在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所以在这个三角形当中，也就意味着他听到声音之后是无法对应场景或逻辑的，也就是这个通道是没有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说智障人士他的什么呀？大脑是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是不具备的，不具备逻辑思维能力，也就意味着他无法将他听到的声音信号和他看到的场景也好，或者所表达的逻辑对应起来。那在这儿呢，这个大家再想一想这样的一个画面啊，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智障人士，也就是说傻子啊，那他们在呈现语言状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些智障人士也好，或者是这个傻子也好，他们也会说话，对不对？可是他们说出来的话，我们根本听不懂。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傻子之后，我们看到他就说什么呀？哎呀，你这个傻子。好，你会发现这个傻子天天嘴巴里面，可能在重复着某个字儿，或者是某个词儿，但是呢，他不知道他在说的这些词儿，说的这些话，到底是在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含义。也就是意味着他的整个思维状态，语言的思维状态不是呈整体状的，不是呈这个网状的，而是呈点状的，就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如果我们经常对这个傻子说你是个傻子，那他可能每天都在输出你是个傻子，或者说每天输出一个单词叫傻子傻子，对不对？好，所以呀，这就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大部分中国人在学习英语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们啊，我们或者是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们，在教授孩子英语的过程当中，我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观念上的错误，就是什么呀？我们非常注重单词，或者是句型，或者是某个句子的表达。我们非常注重，这一节课当中我教会了孩子多少个单词，他记住了多少个单词，但是发现我们把孩子当成什么来教了？回忆一下刚刚那个智障学习说话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把他当智障人士来教了？对不对？我们好像就断定，这个孩子他听不懂语言，他听不懂我们说的这一大段的英语，那怎么办呢？他听不懂，好，那我们就把语言简化，不断的简化。好，我简化成最小一个单元，我从单词开始着手，O 不 OK 啊？我们这代人就是特别是英语老师们啊，我们非常注重，这节课这个孩子到底你有没有记住这个单词啊？但是发现其实孩子是他的语言理解能力也好是非常强的，孩子是具备，只要他大脑思维是正常的，他是能够本能的就会将他听到的这个声音和他看到的场景或者是逻辑怎么样啊去对应起来，去理解的所以我们就犯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我们把孩子弱智化了，我们就觉得他听不懂，他没有办法对应，所以我们就以最小单元和要素来教他们，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代孩子学出来的英语是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点状的。我可以说，我可以蹦单词儿，但是我学会的，我之前学过的我可以表达，但是呢，我没有学过的这个句子，我好像就不会说话了，我就不会说了。那就是说明孩子他不具备什么呀？还是不具备语言思维语言思维能力是不具备的，他没有形成网状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状态。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教学当中我们非常不建议大家去以单词为中心来教授英语，都是以故事的这种状态那所以呢，就引申到第二个我们要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爱秀动漫英语双师当中呢，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呀？动画片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素材。那为什么我们是基于动画片来教授孩子、培养孩子的英语母语思维能力呢？那因为动画片有2个非常重要的优势。第一点，大家发现没有？动画片它是有画面的，对不对？而且都是动态的。那动态的又有画面，那就意味着什么呀？孩子是可理解的，对吧？就算他听不懂，但是他可以看懂，对不对？
好，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补充另外一个概念啊，就是很多家长告诉我说，哎呀，你们这个课啊，怎么感觉挺难的呢？对吧？一上来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老师讲那么多英语，包括我们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外教啊，在讲这个动画片的时候也是各种啊，我才不管你听懂听不懂，或者是你是零基础的还是不是零基础的，我就在讲我的故事，我的语言量非常大，非常丰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好，那就是因为动画片就是有这个天然的优势。孩子在最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对吧？他本身他就是听不懂的，啊，如果他是能够靠听就能听懂，那就证明他听力能力非常厉害了，他是天才，他不用学，他就可以直接英语就会了，对吧？所以也就是因为他听不懂，但听不懂并不意味着什么呀？并不意味着他不会理解，他不可以理解，因为动画片本身它是有场景的，对不对？有画面的，所以也就意味着孩子是能够理解的、可理解的，啊，所以记住了啊，听懂、听不懂并不等于不理解。好，这是第一个大家要注意的一个要点。好，第二个，动画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声音和场景是同时输出的，发现吗？啊，画面一出来，声音就直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在为孩子建立什么呀？建立这样的一个通道啊，声音和场景逻辑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啊，对不对？而且我们的这个动画片啊，它是具有故事性的。故事性也就意味着什么呀？我不是仅仅的关注在某个单词上面，它不是点状的逻辑，它是形成链儿状的网状的逻辑，啊，所以这个是动画片我们所说的非常重要的几个要素，也就是声音、场景是能够相对应的。第二，它是有故事性的，也就意味着什么呀？它和我们的语言思维啊是非常相似的，它是有逻辑性的，有逻辑感的，对吧？而且场景量也是非常大的。那第三呢，就是它非常可理解，非常容易理解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动画片作为听说打通声音和场景这个通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了。啊，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这个问题啊，有哪位老师可以来讲一讲我们为什么使用动画片来打通孩子的听说能力？好，看来大家都听得非常认真啊，我们的状态要继续保持下去。好，我们刚刚讲了什么呀？刚刚讲了声音、场景、逻辑这个通道，对不对？哎，为什么我们要先讲这个通道啊？这个三角形当中有3条边呢，为什么我们要先讲这条边呢？啊，那在语言的这个听说读写这4项能力当中，我们最先发展的是哪一项能力？好，有哪位老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非常好，大家都发现了这个规律，对不对？在听说读写这4项能力当中呢，毫无疑问，我们是最先发展的听这个能力，听说先行的，对不对？也就是我们在学习母语的时候啊，我们是先学会，我们先听懂了，对不对？然后再学会说话了。等我们上了这个小学，我们开始学习什么呀？认字啊，对吧？然后再开始什么呀？写作。所以听说读写是按照先听说后读写，先语后文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这个规律啊来习得的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一开始就要学习什么呀？一上来并不是让孩子学习英文的，而是一定要先学什么呀？先学英语，对吧？语和文不一样啊，先要学会说中国话，再来学会什么呀？学中文。好，所以那声音和场景逻辑这条线就代表了我们的整个听说能力的最底层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好，那讲到这儿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语言的本质到底是在讲什么呀？来看一下这句话。
语言的本质是人的思维、思想和对事物逻辑关系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啊，大家都理解了吗？啊，语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好，那在了解了语言的本质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爱秀动漫双师的教学体系是怎么样一个搭建的啊。好，来看一下这幅图。大家看到这幅图之后啊，给大家思考1分钟的时间啊，默默思考1分钟，仔细观察，大家发现这幅图有什么特点没有？啊，仔细观察1分钟之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好，非常好啊，想必大家都已经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是不是？第一个就是好像有2条轨道，对不对？发现了吗？啊，这是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啊。好，第2个特点呢是，好像这第1条红色的轨道是先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的再有的这个黄色这条轨道。啊，这是2个最显著的特点，大家都发现了，相信啊。好，那为什么我们是先进行了听说轨道之后，再加入的读写轨道呢？有哪位老师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非常好啊，确实是这样。看来大家对我刚刚讲的这个语言的本质掌握的还是非常好的，理解的非常透彻了啊，非常好。我们是要怎么样？先语，先听说，后读写这样的一个顺序，对不对？所以在听说这条轨道上，看到没有？我们的入门级是先进行的。入门级我们只学什么？只学听说能力，不涉及到任何的读写这块儿。啊，那为什么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通过入门级这1年的时间，我们要拿到孩子的一项能力，那就是什么？是什么能力？听说能力？什么能力啊？非常好，是什么？语言思维这个东西。第1年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我们就要拿到孩子这项能力，就是语言思维能力。在拿到了孩子的语言思维能力之后，一切都非常好，一切都非常顺其自然了啊，可以用英语学习读写，啊，可以用英语去学习各种各样的动画片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学科知识也好，都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先听说后读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单独的看一下听说这条线，我们单独拎出来看一下啊。好，大家会发现在整个听说这条线上有2个质变点，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2个红框起来的。第1个质变点是在初级，第2个质变点是在我们的最后这个阶段，叫做自由运用阶段。那为什么说初级是第1个小小的质变点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在初级的时候啊，我们开始2条轨道并行了。因为我们说我们用1年的时间都在打什么基础啊？语言思维，对不对？好，在1年之后，孩子具备了初步的语言思维能力之后，他可以怎么样？开始介入读写了。这是第1个小小的质变点。那第2个质变点，也就是在最终的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非常自豪的说啊，在这个时候，孩子的英语能力几乎和他母语能力是相平行的了，是非常接近的了，啊，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英语可以说是成为孩子的一个工具状态了，终身不忘的一个工具状态了，啊。达到了最后的这样的一个质变点。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听说这条线上有以下几个关键词，相信大家都发现了，对不对？好，我们来大声的说出来，它们是哪些关键词呢？单场景，非常好。然后呢？对，小场景。再然后呢？对，中场景。
大场景，最后是什么？复杂场景，非常好。那这些场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都是用场景来描述的啊。那这些关键词都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呢？单场景是什么？小场景又是什么？啊，中场景还大场景还有复杂场景，这些都在说的是什么呀？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概念，叫做分级阅读啊，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分级阅读吧？啊，非常好，都听说过啊。好，可能这个概念应该是你们第一次听到的啊。哎，在爱秀动漫英语双师的这个整个教学体系当中，我们不仅仅有分级阅读，我们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什么呀？叫分级动画片啊，动画片分级，动画片也是有分级的哟。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深入研究一下这些从单啊、小啊、中啊、大呀这些场景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有什么样的一个递进关系啊？好，首先来看一下单场景。单场景，首先 pops into my mind 啊，就是在我脑海当中 pop 出来的一个动画片呢，就是 Steve and Maggie 啊。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应该有听说过啊 ，Steve and Maggie 这部动画片非常有名，在 YouTube 的播放量啊，就甚至是超越了小猪佩奇的播放量了啊。那 Steve and Maggie 为什么说这部动画片它是属于单场景呢？因为它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时长很短，它只有3分钟左右啊，几乎每一集大概都是3分钟左右的一部动画片。好，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为什么是单场景啊？是因为它逻辑非常的简单，逻辑比较偏向于点状的啊。比如说，现在 Steve 在干什么呀 ？What is Steve doing？ 这是什么 ？What's this？等等，你会发现他很多的时候都在关注他在干什么一个状态，对吧？应景而生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以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有几个啊，这是什么颜色啊，等等，都是比较具象化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对不对？以名词和动词为主。好，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就是它的词汇非常简单，非常生活化，非常高频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是以主题来划分的，对不对？比如说什么颜色呀、动物啊、天气呀、情绪啊等等，都是一些生活当中必须的那些最高频的一些单词啊，所以这3点啊，在这个单场景的这个特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小场景。小场景和单场景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同样，我们从这3个维度来对比啊。第一个维度是什么？想一想，我刚刚在讲单场景的时候，第一个维度是什么？哎，非常好，是时间维度，对不对？好了，到了小场景，时间啊开始变长了。单场景呢还是大概在3分钟左右，但是小场景呢已经怎么样？已经增加到了5分钟左右了。那以什么样的动画片为代表呢？在小场景当中，基本上我们都是以小猪佩奇为代表的这一类动画片啊，每一集都是5分钟。好，那第二个维度啊，想一想，我在讲单场景的时候，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是从哪个维度来分析的？第一个是时间啊，第二个维度是什么？哎，对了，是逻辑的复杂程度。在单场景的时候，逻辑很简单，对吧？你看到的就是，你听到的就是你看到的，啊，这个哎一个点一个点的一个比较偏向于点状的，应景而生的这样的一些逻辑很简单。那么在小场景呢，逻辑开始慢慢变复杂了。举个例子啊，在小猪佩奇这部动画片当中，第一集叫什么 ？Muddy Puddles， 非常好。在 Muddy Puddles 这一集，首先天气是什么？天气下雨了，下雨了，然后呢 ，Peppa 和 George 怎么样？哎，伤心了，对不对？伤心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可以出去玩了。好，突然天气又变好了，对不对？又变成晴天了。哎 ，Peppa 和 George 又开始
怎么样啊？又非常开心了。那也就意味着为什么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可以怎么样出去玩了。哎，好，于是他们就去了 garden， 对不对？好，在 garden 里面发现了什么呀？他们发现了 muddy puddles， 于是他们就开始 jump in the muddy puddle。你会发现在小场景啊，在这个小猪佩奇这部动画片当中，它的逻辑成链状的，因为怎么样，所以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啊，然后我有这样一个情绪，就导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对不对？好，在我做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新的发现了。所以在天气 sunny、rainy 和他的情绪 happy、sad 是相联系的，对不对？然后呢，因为 happy 和 sad， 所以跟什么呀 ？go out to play 又是相联系的。在 go out to play 的时候，又是和 garden 又连接起来了，对不对？在 garden 的时候，我又看到了 muddy puddle。你会发现这些不同主题的词汇都是什么呀？是通过逻辑产生链接的，是有 connections 的，是有链接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呀？哎，语言思维。而语言思维这个东西必须要通过听说能力是才能培养的，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会再讲到第二条线读写线的时候，大家就会深有体会了啊。在这里我现在卖关子了啊。好，这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小场景的第二个维度，也就是逻辑的复杂程度了。那包括它这个为什么它逻辑会更复杂呢？因为它场景量怎么样啊？也变大了，对不对？因为它故事的复杂程度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好，那在第三个维度是什么？我们想一想，我在讲到单场景的时候，第三个维度是什么？第一个维度是时间，第二个维度是逻辑的复杂程度，第三个维度是什么呀？哎，非常好，是词汇的丰富度。啊，在单场景的时候，我们的词汇更偏向于名词，这就是什么，对吧？他在干什么？他正在干什么？对不对？一些动词啊等等。好，到了小场景啊，我们会发现，哎，名词变得越来越丰富了，越来越深了。你像在这个在单场景的时候，我们学到 muddy puddle 了吗？我们是没有学到这些名词的，对不对？更多的是非常基础的一些词汇。但是到了小场景啊，名词开始变得越来越丰富了，包含生活的各个方面了。那还有呢？还有一类词叫做什么呀？形容词开始慢慢的怎么样？会有一些呈现了。啊，比如说你和他是不一样的 ，you are different， 对不对 ？you are special。啊，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这个小猪佩奇里面有一集，这个是 Pedro Pony， 对吧？他的眼镜掉下来了。啊，这个就引申到这个 Peppa 要去怎么样做 eye test， 要去做视力，啊，那他就要用一个什么样的眼镜做视力呢？一个 special glasses， 对吧 ？special， 你会发现我们在说一个名词，在描述一个东西的时候，前面开始加入了一些什么呀？一些定语了，一些形容词了，语言开始越来越丰富了。对不对？包括我们句子的丰富程度也不一样了。在单场景，你会发现我们在说句子的时候都是啊，就最顶多一个比较复杂的语言现象就是现在进行时了，对吧 ？Steve is jumping, Steve is running。好了，到了小场景呢，你会发现 Peppa 和 George 正在花园的泥坑里面怎么样？花园里面跳泥坑。在花园里面跳泥坑，不仅仅是跳泥坑了，我们还要说什么呀？在花园里会有状语了，对不对？所以 Peppa and George are jumping in the muddy puddles in the garden， 开始有状语了。这个这个句子啊，丰富程度也不一样了。好，这是第三个维度。好，那再进阶到下一个级别啊，就是我们的中场景，就是中级了啊。好。中场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画片呢？或者说是视频资料呢？视频资源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视频呀？啊，从哪三个维度来分析啊？好，大家来告诉我好不好？我那个抽点一位同学来讲一讲啊。中场景，我们要从以下哪几个维度来分析它是怎么样从小场景进阶上来的？有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好，非常好，想必大家都这个非常熟练了啊。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分析。第一个维度是什么呀？
时间，对。第二个维度呢是逻辑的复杂程度，第三个维度呢是我们怎么样语言的丰富度和复杂性。好，那在讲到中场景啊，我们会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些视频呢，或者是动画片呢？好，我们会学习到像比如说64动物街，像老鼠记者这一类的动画片。好，那这一类的动画片，首先第一个维度时长方面，它要比小猪佩奇长一些了。小猪佩奇是5分钟，对不对？那中场景的动画片呢，已经进阶到了10分钟到20分钟，可以说是一个什么呀？小电影了。这是第一个维度。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逻辑的复杂程度。那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逻辑有怎么样的，是有多复杂了啊。好，举个例子吧。在这个64动物街当中啊，我们会讲到，大家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小猪佩奇它比较偏向于生活的各个场景，对不对？但是到了64动物街，你会发现，它不是特别偏向于生活场景了，它会怎么样？更偏向于价值观的传递了。价值观传递是比较抽象的了，对吧？生活场景还是比较具象的，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但是当我们讲到说比如说像 be kind, live in the moment 你要对别人友好，对别人友善，对吧？然后活在当下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抽象的价值观层面的东西了。所以那这就要求孩子的语言思维要非常的成熟了那如果到这个阶段，孩子们的语言思维能力建构的不是非常扎实的话，那他就会很难理解抽象的东西所以到中场景，大家会发现它的逻辑会更复杂了。那在第三个维度，也就是语言的怎么样丰富度上面，大家会发现我们64动物街一开始的片头曲全部都是形容词每一种动物都会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非常非常多的形容词包括一些比较抽象的一些单词，比如说我们在小猪佩奇里面说 special， 说这个 different， 但是到了动物街，我们就不用这么这个平淡无奇的词了，而要用什么呀？ You are unique， 你是独一无二的，对吧？你会发现语言的表达质感越来越强了，是不是越来越高级了，对不对？好，那么在大场景呢，同样3个维度。第一，时间上面，我们从中场景的20分钟进阶到什么呀？1个半小时啦。想一想，1个半小时的视频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呀？一个电影了，对不对？一个大电影了好，那第二，在逻辑上面，当然它是非常复杂的。大家想一想，在你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前后什么前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铺垫，对不对？后面会有各种各样的预设呀，等等而情节大反转呀，等等所以逻辑会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候你的人物状态、心理状态的分析，对吧？这些都是要去做的，都是要去讲到的。那这个就更加的抽象了在前面呢，你还是处于在单场景，你还是处于记忆的层面，对不对？好，到小场景呢，你开始慢慢偏向于什么呀？理解。到了中场景呢，你的语言层次开始到了应用了，对不对？好，到了大场景，你的语言层次已经到什么样的维度了？要分析的维度了这儿是运用，到这儿是分析的维度了好，这是第2维度逻辑层面的。那第3个层面是什么？语言的丰富度了。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我们大场景当中呢，我们会讲到这样一部电影叫做《狮子王》，相信大家都对这部电影非常熟悉了狮子王当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这个小狮子 Simba 问到他的 daddy Mufasa King Mufasa， 就是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会变成什么呀？好，这个时候 King Mufasa 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就会像这些草一样，我们会变成这些草又会被
其他的狮子吃掉。哎，大家会发现没有 ，King Mufasa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这个背后包含了多少个知识点呢？你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你才能理解 King Mufasa 说的这句话呀？首先是什么？他描述了一个食物链吧，对不对？第二，他还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知识点 ？Life cycle， 生命的循环。啊，所以你会发现在讲电影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就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啊，好像语言逻辑也并不是特别复杂的这样一句话背后啊，如果你想要理解它的话，你不仅仅要有语言思维的支撑，而且你还要怎么样丰富的科学知识的这个储备的支撑啊。所以我们说在大场景，不管是从这个我们说这个逻辑层面也好，还是这个语言的丰富层面也好，都要求会非常高啊。好，那么到了复杂场景，复杂场景是什么意思呢？啊，那这样的一个视频素材呢，到复杂场景呢，就变为了什么呀？变为了纪录片了，比较偏向于新闻类的啊 ，documentary 纪录片类的。啊，那它在传递什么呀？它的信息传递的比较偏向于学术了，对不对？前面都还是比较偏向于 fiction， 就是故事类的，对不对？然后价值观类的，再之后呢是综合类的，到最后复杂就偏向于学术类的了。从生活英语逐步走向什么呀？专业了，学术英语了。啊，那在逻辑层面也就更复杂了，因为我们要用什么呀？要用建立好的这些语言思维能力和知识储备来去怎么样理解学科方面的一些知识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讲到 BBC 的这个一个纪录片叫做这个《动物世界》，在讲动物世界的时候，你想要理解它的这个动物的，比如说动物的分类吧。啊 ，mammals， 对不对？啊，哺乳动物、非哺乳动物，包括 vertebrates 脊椎动物等等，啊，都需要你想要了解这些，真正的去理解这个知识的话，需要你有很强的这个语言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支撑啊。好，那在这个第三个维度，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语言的丰富度上面，好，那就不用说了，更加偏向于学术用语了啊，语言会非常的丰富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简单的做一个回顾和总结。那再从入门级到初级、中级、高级、就是到高级啊，因为我们每个级别都是1年嘛，所以每个级别都相当于是有2个学期。那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啊，有哪些经典的代表作。在入门级啊 ，Steve and Maggie 这一类的动画片。那在初级呢是Peppa Pig 为代表的，到了中级上 ，64 Zoo Lane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价值观类的传递。好，到了老鼠记者，对吧？到了中级下呢，就是这一类老鼠记者啊。到了高级上呢，就类似于比如说像《寻梦环游记》啊这一类稍微简单一点的啊，语言比较简单的一些电影。好，再到高级下一些《狮子王》啊、Lion King，还有什么花木兰呐、等等这些。对认知有一定要求的一些电影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动画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进阶过程。大家从时间层面、从逻辑复杂的这个层面上，以及语言的丰富量的这个层面上来感受一下这个进阶的一个过程。Hello, hello, hello, hello everyon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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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veryone. Hey, are you ready? How are you? I'm sad. How are you? I'm sad. I'm Peppa Pig. This is my little brother George. This is Mummy Pig. And this is Daddy Pig. It is raining today, so Peppa and George cannot play outside. Daddy, it stopped raining. Can we go? Who are you? I'm Herbert. Herbert the musical warthog.
Benjamin. The reclusive Prince Naguda is making a special visit to New Mouse City, and I intend on getting an interview. It says here that Prince Noguda never grants interviews. Perhaps for Geronimo Stilton, he'll make an exception. What about that shadowy place? That's beyond our borders. You must never go there, Simba. But I thought a king can do whatever he wants. Oh, there's more to being king than getting your way all the time. There's more? Simba. 好啊，我们刚刚已经看完了从这个单场景到大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片的一个进阶的一个过程啊。那想必大家应该有一些感受，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们，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你看完从单场景到大场景这样一个递进的这个视频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啊！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培训场合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和其他的这个同学们一定要更多的建立 connections， 建立链接啊，分享你的 idea， 这样你才能收获更多啊。好，那我们的听说这条线已经讲完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一个 review 的环节啊。那在 review 的环节过程当中呢，大家需要回顾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各个阶段我们使用了什么样的动画片素材。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在各个阶段使用的这些动画片素材是分别有哪些特点，是如何递进的。那接下来呢，交给我们的线下老师。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整个教学体系了。那刚刚呢，我们讲了整个听说线，对不对？好，那